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六塔宇宙。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月亮。那当我们提起月亮，首先映入你脑海的是怎么样的画面？有些朋友可能想到希腊神话里的女神，美丽的阿尔忒弥斯。那有些朋友可能想到我国的著名美女，能歌善舞的嫦娥姐姐。当然，更多80、90后的朋友们可能和我一样，最先想到的是代表月亮消灭你们。自古以来，月亮以它的冰清玉洁、高冷美丽，可望而不可触摸，给了大量宅男大量文人骚客巨多的创作灵感。唐有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表达了他是一个寂寞小伙儿。宋有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暴露了他天文知识的匮乏。也有亡国君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一份凄美的45度角忧伤。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总而言之呢，对于人间的爱恨情仇，月亮永远都是一个躺着也中枪的存在。关我什么事是吧？当然，人类呢也没有仅仅的只把月球当做一个获得灵感的工具。那我们对于月球本体的探索也从未停止。最有名的就是196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相信谁也不会忘记阿姆斯特朗那一句：“这是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虽然现在还有人质疑阿波罗计划的真实性说以当时的技术根本不可能登月啊，什么根据国旗的角度啊，这个人物的光影啊，说你这就是摄影棚里拍的吧。那今天咱们呢就不讨论这些，我建议我们还是本着阿波罗计划是真实的这么一个大前提来认知这个世界。毕竟我们还在月球上开过车呢。登月牌拖拉机注定实现外星播种。那其实距离人类上一次登月呢，已经过去了50多年，终于在2018年呢，有了人类要再次与月球亲密接触的这个实锤消息。我们来看一看。I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Yeah. Finally, I can say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这个日本佐佐烫的社长公开宣布已经订购了伊隆马斯克的2023年月球飞行的所有客票，据说大概是1亿美元一张那关于这个新闻发布会肯定有很多商业噱头在里面，以后有机会可以扒一扒。今天呢就不深挖了。那今天要说啥来着？对，是关于月球的几个惊天大秘密。大家都看过变形金刚，它的第3部叫 Dark of the Moon。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永远看不到月球的背面，所以我们总认为那里埋藏了什么惊天大秘密。那果不其然，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我们在月球背面呢就发现了它藏着一些奇怪的东西讨厌，人家才不是奇怪的东西呢。 This is Houston Ground Control.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那如果在现实中要达成这个效果，必须满足一个苛刻的要求，那就是天体的公转周期和自转周期必须相等。我们知道地球公转和自转的周期就很不一样一天和1年相差了360多倍。那么月球呢，它在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和相对的引力作用下，刚刚好各自产生的力就让它满足了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这个条件，是不是感觉非常神奇？当我们看到日全食的时候，通常可能只惊叹于它的壮观，并感动于这一自然界的美丽景象。可是大多数人也许忽略了这个景象所要满足的苛刻要求，那就是从地球上观测的时候，太阳和月亮需要是一样的大小，才能完美重合。那我们知道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的400倍，所以根据这个近大远小的科学原理，要发生日全食，需要地球、月亮、太阳彼此都处在一个非常精准的相对位置。那么事实又是怎么样呢？那就是
月球到地球的距离除以月球直径等于太阳到地球的距离除以太阳的直径等于108。我们知道《封神榜》里姜子牙是封了108个神仙，水浒英雄根据天象星宿排位36天罡72地煞合为100单八将。猴哥在炼丹炉里关了748天啊，不对，是一个筋斗云翻出去108000里，怎么样，神不神奇？如果是对佛教有研究的朋友呢，肯定是更加熟悉108这个数字啊。各大寺庙每逢除夕敲钟108声，对应佛教中所说的6根6界配以3生3世，合为108种烦恼。所以有没有感觉我们的太阳系就像是被谁精心设计过的？大家都知道啊，月球表面坑坑洼洼、凹凸不平，但其实它年轻的时候啊，皮肤更好一点。但由于常年被陨石欺负，一个陨石一个坑，一个陨石一个坑，这么多坑，那是千百万颗陨石、千百万年的不懈努力，才造就了现在的月球表面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呢，后来人们就用它来形容皮肤不好的人。其实陨石坑多呢，它并不可疑，因为月球不像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那可疑的是，坑的大小千差万别，但是它的深度都一样。按理说，坑越大，这个陨石就越大，撞击的力度越强，坑应该越深。比如说那个地球上的陨石坑就是这样哈。但是啊，月球的陨石坑深度一律在6公里左右。比如月球上有一个直径1300公里的坑啊，有多大呢？估计整个北海道放进去也是绰绰有余啊。那这样规模的陨石，如果撞到地球上，科学家估计这个坑的深度啊，得有100公里以上。所以呢，人们不得不怀疑，在月球6公里以下是不是有一个无比坚硬的外壳。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月球作为一个卫星非常不自然的一点，那就是它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来比较一下，火星最大的卫星直径是火星的0.5%，木星最大的卫星直径是木星的3.6%，而土星最大的卫星直径是土星的4.1%。但是月球作为一颗卫星，直径是地球的27%。实在是大得离谱啊！然而，月球的密度却很低，大概只有地球的1半左右。所以这些现象啊，仿佛在暗示我们，月球有没有可能是空心的？其实呢，在1950年就有英国的皇家天文学会月球权威威尔金斯提出过这个月球的空心论。我们知道，在21世纪有很多人支持这个空心论了，但是在当时啊，那是非常劲爆的消息，因为一般人可以胡说八道、异想天开，但是作为一个权威科学家，如果你不拿出证据开玩笑的话，那是对名誉非常有影响的。另外呢，还有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罗德·尤里，他呢通过对这个月球岩石的研究，推算月球的密度小可能是由于空心所致。还有一些从月球带过来的岩石样本，经过研究推算这个年龄大概是53亿年，比地球的年龄还要大出7亿岁。所以综上所述，如果这些假设都成立的话，月球是一个有坚硬的外壳，然后中间是镂空的，放在一个绝妙的位置上，从不露出后背的神秘存在。是不是感觉它不像是自然形成的，更像是一个人造物体？那这些事实是否有一点点更新你对月球的认知呢？所以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阴谋论呢，就说月球是外星人的宇宙飞船，这个外壳坚硬啊，中间镂空啊，停在近处面朝地球，它是监视还是观察？是保护我们还是猎取？这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猜疑链。前面提到过的尤里老师呢，有说过一句话，让我是非常印象深刻。我觉得呢，它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最高热情和终极精神。
我想把它作为这期的结束送给大家。这个堂有李太白，床前明月光，床下写两双。好嘞，那我到过来啊。